我空軍3年，卻被全網尊稱釣魚大神，只因別人釣魚用魚餌，我卻是直接拿命往上勾，釣出來的不是人民碎片行李箱，就是什麼炸彈和潛艇，還能一毛下去掛住老板作弊用的絕戶網，直接把老板送進裡面包吃住。總之魚沒釣上來一條，反倒是把治安局的看守所給釣滿了。帽子叔叔集體崩潰。莫哥，求你了，咱不釣了行不行？此时郊外的清水河邊上，午後的太陽毒辣得像個後媽，烤得我渾身冒汗。然而水面上的浮漂卻是紋絲不動。就在我熱得快中暑的時候，浮漂蕩出一圈水花，我心中大喜，雙手抱竿猛地向上一搖，可沒想到魚竿紋絲未動，一股巨大的怪力順着魚竿傳來，我整個人差點被拽進河裡。我操！大禍！絕對的大禍！周圍幾個本來在打瞌睡的釣魚佬聽到動靜，也紛紛圍了過來。小伙子可以啊，看這杆子彎的，起碼有個7、80斤吧。穩住，穩住，別打河，放線，放線。聽着周圍釣魚佬的吹捧，我渾身來勁，水下的巨物也緩緩浮出水面，不知道是百斤巨青還是米奇翹嘴。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一個黑乎乎的影子慢慢顯露出來，然而卻不是流線型的魚身，而是一個鼓鼓囊囊綠色的蛇皮編織袋。或許是在水裡泡得久了，上面掛滿了水草和淤泥，看着就像是個長滿毛的大圓球。周圍人都是遺憾的搖頭嘆息。唉，可惜了了，怎麼就釣起來一包垃圾呢？我的心情也從雲端跌落谷底，失望地將編織袋拖上岸，瞬間一股難以形容的腥臭味在空氣中彌漫開來，還帶着一種甜膩膩的惡心感。旁邊一個釣友沒忍住，當即乾嘔起來。我捏着鼻子蹲下身去取魚鈎，可蹲下身的瞬間，瞳孔巨震，只見被魚鈎劃破的洞口，赫然露出根塗着紅色指甲油的腳趾。剎那間，我腦子裡嗡的一聲，跌坐在地上動彈不得。旁邊的大爺見狀，興沖沖地湊過來：“喲呵，是有寶貝嗎？給我也看看。”可下一秒，大爺的話戛然而止，一道凄厲的尖叫劃破河畔。嘎人啦！20多分鐘後，紅藍色的警燈照亮了這片野河。我被2個帽子叔叔夾在中間，雖然沒帶銀鐲子，但那架勢跟嫌疑人也沒啥區別。老警員叫王建國，是市刑偵隊大隊長，一雙眼睛跟鷹似的，掃一眼就能讓人不由得打哆嗦。治保員，我就是想喝口魚湯，哪知道一竿子下去釣出來這玩意兒啊！王建國瞥了眼我空空如也的魚壺，指着地上的編織袋道：“喝魚湯今天是沒戲了，跟我回所裡喝茶吧。”唉。審訊室裡，我捧着一次性紙杯，整個人都是懵的。王建國坐在對面，表情嚴肅地翻看着手裡的資料。經過法醫鑑定，編織袋裡的東西的確是人民碎片，但組織已經全部自然分解，只剩下肢骨以及表面的脂肪了。推測遇害時間至少在2年以上，跟眼前的年輕人的確沒有關係。王建國合上文件，語氣緩和了一些。行了，別囉嗦了。經過我們核查，你確實是個運氣比較背的釣魚佬。請。對了，還想喝魚湯嗎？我臉色一白，連連擺手。不釣了，這輩子都不釣了。將所有手續辦完之後，我拎着漁具走出治安所大門，但總感覺那股子甜膩的腥味還在鼻端。我看了眼手裡的漁具，準備就此風乾棄掉，可沒想到我打開垃圾桶蓋的瞬間，腦海中突然叮的一聲，檢測到宿主釣芯破碎指數爆表，已為您綁定釣魚熱力圖系統，成功起竿即可獲得積分，每一積分兌換現金100元，新手獎勵500積分。我手裡的動作頓時停住，1積分等於100塊，那500積分豈不是有5萬塊？腦中的恐懼瞬間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乎瘋狂的亢奮。釣魚能致富，古人誠不欺我也。我看了眼時間，離天黑還有3小時，隨即心中默念，打開系統，眼前瞬間浮現出一張半透明的藍色地圖，是臨江市的水域圖。只見距離案發地點下游500米的地方，有一個區域正在閃着紅光。我一咬牙，轉身掃了一輛共享單車，直奔清水河邊。什麼晦氣不晦氣的，在5萬塊面前，就算貞子爬出來，我都給他按回去。很快我回到清水河邊，原來的老釣位已經拉起長長的警戒線，有幾個技術科的叔叔還在那邊打撈取證。我根據系統熱力圖指定的位置，來到下游，找了個平整的地方，重新開饵調漂拋竿。果然杆子入水不到10分鐘，浮漂有了動靜，先是點了2下，然後慢慢一點點沉下去，這是典型的送漂動作。我心中大喜過望，這種漂向10有8九是野生大阪計。我屏息凝神，看準時機，猛地提竿，然而手中卻是一沉，這熟悉的讓人心肌梗塞的沉重感，讓我的笑容瞬間僵在臉上。隨後小心翼翼收線，將東西慢慢拉近，那是一截形狀怪異的東西，沒有編織袋包裹，只有幾塊破破爛爛的布片纏繞在一塊白森森、有着明顯關節構造的骨頭上，看起來像是一截大腿骨，只是那斷口的痕跡顯然不是自然脫落。我懸着的心終於徹底死了，一股寒意從腳底板直衝天靈蓋，這特喵是捅了人民碎片窩了嗎？我僵硬地掏出手機。王隊長，你還沒下班吧？麻煩您受累再来一趟吧，我又上魚了。王建国再次趕到現場，看我的眼神裡7分震驚3分懷疑。大兄弟，你老實告訴我，你以前是不是幹盜墓的，還是學過什麼尋龍分金的本事？王隊長，我说我就是想釣條魚改善50，你信嗎？王建國翻了個白眼，顯然是信了，隨後定定地看着眼前的白骨。上一份指骨經過鑑定，發現 DNA 跟2年前市裡一樁轟動一時的懸案完全吻合，而眼前這塊腿骨極有可能是來自於同一個人。
那件案子是我當年偵辦的，雖然鎖定了嫌疑人，但因為一直沒有找到被害人的身體，所以案子一直拖着。誰能想到，現在關鍵性的鐵證竟然這麼被調了出來？行啊，大兄弟，你這也算是立功了。等我們把案子破了，第一時間給你申請熱心市民補貼。3天後，臨江市刑偵大隊會議大廳裡，作為首功之臣的我站在台上，胸前戴着大紅花，手裡還捧着王建國親自準備的锦旗。熱心市民，罪惡克星。一旁王建國拿着話筒說的慷慨激昂。鉴於沈默同志在這起特大案件中做出的突出貢獻，市局決定授予時好市民稱號，並頒發獎金5萬塊。聽到5萬塊這3個字，我原本暗淡的眼神瞬間亮了起來。好嗎，這趟沒白來，總算是有點乾貨了。儀式結束後，我剛走出大門，王建國便追了出來。慢點走。案子破了，亡者安息，你這也算是大功德一件。还有啊，以後要是再調到什麼好東西，就別打什麼110了，直接打我私人電話就好了。王隊長，您就不能盼我點好嗎？我就想安安靜靜做個釣魚佬。行，祝您早日暴富。跟王建國告別後，我徑直回到家，瞥了眼牆角的漁具包，心念一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估摸着總釣上來那種東西，肯定是我竿子不夠好，壓不住邪氣。隨後我花了上萬巨款，買了達瓦波紋龍限量版手竿，又買了頂級進口魚線、大師級浮漂，還特地換了能辟邪的桃木手把。有了這套神兵利器，我就不信還釣不上一條魚來。第二天一覺睡醒，購買的新漁具已經送到了家門口。我打開釣魚熱力圖系統，臨江市的水域地圖已經刷新，之前的清水河上沒有紅點了，反倒是在距離臨江市30公里的鬼窟潭，有一個深紅色的光點，正靜靜地潛伏在水底。這麼遠的地方，我又是一個人，萬一真有點什麼怎麼辦呢？我想了想，從抽屜拿出之前的舊手機，下載了一個直播 app， 誰賠不是賠呢？而且網友可比朋友靠譜多了。下午3點，我打車到了鬼窟潭前方的山區，司機看了一眼導航上的目的地，又瞥了眼我的裝備，猶豫了一瞬，開口道：小伙子，你要去鬼窟潭啊？聽說那地方不太乾淨，每年都有人莫名其妙的掉下去。謝了，師傅。晚上還能聽見哭聲。你一個人快去吧，早點回来。說完，司機一腳油門逃也似的溜了。这灾舅子非得說這麼一句，這不是故意嚇人嗎？我摸了摸背上價值1000元的波紋龍，壯了壯膽，老子連人民碎片都釣過，怕個鬼哦！隨後我扛着大包小包，沿着小徑走了10幾分鐘，終於到了系統紅點標注的位置。這是一個典型的山體堰塞湖，潭水呈現出一種令人心悸的墨綠色，看着是有幾分駭人。我咽了口唾沫，找了個相對平坦的亂石堆放下包，開始擺弄我的直播設備。因為是新號，直播間裡冷冷清清的，我也不急，熟練的開耳調飄，拿起專門打窩的勺子，一勺一勺的扔着玉米粒，隨後拿起魚竿用力一拋，饵料精準落在了光點的正上方。時間1分1秒過去，太陽西落，山谷裡光線暗了下來，直播間裡的人數反倒稍微多了一點，漲到了50多人。說實話，我也想走，坐着總感覺後背涼颼颼的，但系統顯示的紅點就在這，而且還在輕微晃動，肯定是活物。兄弟們別急啊，大魚都是晚上才開口的。話音剛落，水面上的浮漂猛地一顫，我也來了精神。兄弟們看到沒？有口了。說罷，身體本能地做出了反應，揚竿刺魚，只聽砰的一聲，魚線切水的聲音無比的響亮，甚至帶着一絲金屬般的震顫音。手中的波紋龍瞬間彎成滿月，一股難以形容的巨力從竿梢傳來，我被拽得向前一個踉蹌，差點一頭栽進潭水裡。直播間裡瞬間炸了。可此時我根本顧不上看彈幕，雙手緊緊抱住魚竿，把竿尾頂在小腹上面，脹成了豬肝色。我大吼一聲，借着腰力往後一仰，這他媽到底是什麼玩意兒？太重了，根本不像是魚在掙扎，更像是水底下有一頭水牛在拉着。給我氣！水面開始翻湧，大量氣泡冒了出來。直播間的人數因為這場激烈的搏鬥畫面開始飆升。這特喵絕對不是魚，就算是100斤的假青魚，先把龍王爺給釣上來。這要是能拉上来，我直播倒立吃香。我咬着牙，額頭上青筋暴起，還好系統地圖上那個紅點正在慢慢向岸邊靠近。終於在僵持了將近10來分鐘後，水面破開了。那不是魚頭，不是什麼水怪的脊背，而是一片灰色的有着金屬光澤的機翼。沒錯，就是機翼。緊接着一個流線型，大概有1米多長的灰色物體浮出水面，像是一架迷你版的戰鬥機，但又沒有座艙，尾部還有一個推進螺旋槳。我皺了皺眉，傻眼了。直播间裡众人也泛起了迷糊。這是啥？隨後在直播間上百人的注視下，我用9牛2虎之力將這架沉重的玩意拖到亂石堆上，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氣，這才有機會仔細打量這個大家伙。眼前這東西漆面完整，雖然上面纏了些水草，但明顯沒泡多久。機翼上的撞擊痕跡應該是撞傷後掉進水潭的。機身腹部還掛載着一個黑色工程箱，箱子上貼着封條，只是字跡模糊，已經看不清了。直播間裡慫恿我開箱的彈幕刷得飛起。我咽了口唾沫，猶豫了半晌，最終露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
兄弟们，我觉得这玩意儿咱们还是得相信帽子叔叔。我这才第1天直播，可不想进去蹲着。说罢，我掏出手機撥通了王建國的電話號碼，市局刑偵隊。王建國剛處理完手頭的工作，正準備躺下眯一會，結果剛躺下手機就響了。一看來電顯示沈墨那個掉屍體的，瞬間從床上彈了起來。接起電話，聽完我的描述後，立馬穿上衣服道：你別動那個箱子，把直播關了，就在原地坐着等我，我馬上帶人過去。40分鐘後，刺耳的警笛聲打破了山谷的寧靜。將車停在路邊後，王建國帶着幾個年輕警員跑進來。當看到躺在亂石灘上那架一展1米多的灰色無人機時，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涼氣。王建國圍着無人機轉了一圈，臉色凝重。這是用小和 T 系列工業機架改裝的，加大了電池和電機，專門用來負重長途飛行的。先封鎖現場，等技術科過來。是，明白。王建國是無人機忠實愛好者，一眼就看出這個大家伙的型號。技術科的同志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檢查那個黑色掛載箱，確定沒有爆炸裝置後，才撕開封條打開了箱蓋。我伸長脖子一看，頓時瞪大了眼。技術科小李搖搖頭，蹲下身拿起一塊看了看道：比黃金貴，這是芯片，還是目前市面上被管出的高端芯片。這一箱子價值起碼上百萬，應該是走私。王建國眉頭緊鎖，最近的確是收到風聲，有一批走私團夥利用無人機在山區進行跨境飛線走私，沒想到竟然有一架栽進了鬼庫潭，還被人給吊了起來。想到這，王建國回頭看了我一眼，這次眼神3分震驚7分懷疑。你小子是不是在道上有什麼線人？怎麼哪有大案你就往哪調？王隊長，天地良心啊，我真就是想釣一條魚而已啊，誰知道這破玩意兒在水裡。說實話，我寧願是一條百斤大青魚呢。王建國搖頭嘆息，朝着其餘幾人揮了揮手。行了，先把東西帶回去。沈墨，你也跟我們走一趟吧。得嘞，只是王隊長，這次能不能讓我坐前面啊？警車後座太硬了。王建國再次翻了個白眼，顯然是同意了。這一晚雖然我的直播中斷，但關於釣魚佬釣起無人機的切片視頻卻像病毒一樣在網上瘋轉。1天後，我成了臨江市的名人。雖然涉密細節不能公開，但熱心市民沈某協助警方破獲特大走私案的通報還是發了出來。再加上之前碎屍案上過電視，我的賬號粉絲一夜之間暴漲了5萬多，評論區裡更是人才濟濟。哼，切，林大人個鬼！當然除了名聲，更實惠的是獎勵，因為涉案金額巨大，且屬於重要線索。這次的獎金比上次還高，整整10萬塊。我看着銀行卡裡的餘額，笑得合不攏嘴。此時系統提示音也如約而至，我毫不猶豫地兌換了強化劑。昨天溜那架無人機，差點沒給我累嗝屁。身體是本錢，必須要強化。瞬間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我只覺得渾身都充滿了力量。雖然這過程讓我在街上放了無數臭屁，好在結果是讓人滿意的。現在錢有了，身體也棒棒了，是時候該享受一下生活了。我想起昨晚直播間裡那些諷刺我釣不上魚的彈幕，當即決定去花鳥市場買個最大的魚缸，養個最貴的魚，好好洗刷一下恥辱。臨江市的花鳥魚蟲市場不大，逛了一圈都沒找到匹配我20萬身價的魚缸。就在我準備敗興而歸的時候，突然一直沉寂的系統地圖閃爍了一下，我下意識打開地圖，看到在我左手邊不到2米的位置亮起一個小光點，但這次不是紅色，而是金色光點。這系統說明裡也沒金色光點的介紹，難不成是什麼稀世珍寶？畢竟金色看着就貴。我停下腳步，轉頭看下那個攤位，是一個賣烏龜的小攤子，擺着幾個破塑料盆，裡面爬滿了各種大小的烏龜。攤主是個看起來老實巴交的大爺，我的目光鎖定在旁邊一個看起來髒兮兮的泡沫箱，因為系統地圖上的經典就重合在那個箱子裡面。孤零零趴着一個巴掌大的烏龜，渾身沾滿乾涸的泥巴，背上有3條明顯的黑色縱稜。大爺見我打量着這隻烏龜，開口道：“這是我前2天在鄉下收的，叫什麼碧河龜，你要是要的話，100塊給你。”系統標記的金色光點只要100塊，這是絕對的撿漏啊！我心中一喜，果斷出手買了下來。雖然不知道這玩意特別在哪，但系統指示總沒錯。隨後我邊走邊打開了直播。兄弟們，給你們看個好東西，剛淘到的，100塊，你們看看值不值？應着上午的通報，我一開播，直播間裡就湧進3000號人。逮到刑部尚書了！刑部尚書多貴又整活了。等等，主播，你這烏龜看着不像是正經龜啊。如果我沒看錯，這應該是一隻野生金錢龜，貝殼的磨損程度和生長紋起碼有幾十年了，價值起碼6位數起步。等等，野生金錢龜是2級保動物嗎？刑部尚書有點實力啊！釣魚釣屍土逛街買老底，生活很有盼頭啊！我看着滿屏的彈幕，手不由得一抖，差點把烏龜扔地上。這坑爹的系統，原以為金色是什麼稀世珍寶，沒想到是金手鐲的意思。我咬咬牙，做出了一個違背祖宗的決定，直接熟練打給了王建國。電話響了很久才接通。沈墨，你是我的克星嗎？我特喵1個月就休息這麼1天，你又釣到啥了？航母嗎？王隊長，這次不是釣的，是買的。我在花鳥市場買了一隻烏龜，網友說是2級保護動物。電話那頭，王建國深吸一口氣，磨了磨後槽牙道：“站在原地別動，把那個攤位給我盯住了。
我馬上派附近的隊員過去。好。10分鐘後，我再次坐上警車，可憐的麥龜大爺也因為涉嫌出售珍貴野生動物被带走，上了一堂深刻的濒危動物保護課。那只價值连城的金錢龜被趕來的林业局專家親自接管了。一番折騰下来，等我走出治安局的時候，天都快黑了。這一天過得比釣魚還累，什麼金色光點，1分錢沒賺到，還搭進去100塊。就在我準備洗洗睡了的時候，系統提示音突然響起，如同天籟。我猛地從床上坐了起來，魚類親和，降低警惕，這特喵不就是幼魚光環嗎？我終於可以釣到活魚了。我看着牆角那根波紋龍魚竿，眼中的焰火再次燃燒起來。有了這技能，不去釣具物盤老板那就太可惜。當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爬進窗台，我便迫不及待地起床洗漱，拿着裝備準備去幹票大的。上午8點，我來到臨江市北郊赫赫有名的大阪暨天堂老王釣場。這裡原本是個廢棄的窑坑，後來被一個叫張大富的禿頂老板給承包下來，改成了釣場。此時坑邊已經坐了不少釣魚佬，場面頗為壯觀。我背着漁具包剛走進門口，張大富就迎了上來。哎呦，這不是我們臨江市的大紅人刑部尚書大人嗎？怎麼今天是微服私訪，還是來进貨？說着吐出一個煙圈，眼神裡帶着幾分戲謔，繼續道：不過醜話說在前頭，我這坑裡只有魚，可沒有你要的那種業績。周圍幾個熟客聽了都哄笑起來，我也懶得跟他打嘴炮。張老板说笑了，我是正经釣魚人，今天怎麼收費啊？張大富伸出5根胡蘿蔔似的手指。巨物坑大阪蟹為主，混養草魚、鯉魚，4個小時500，回收魚4塊1斤。500？你這魚是吃金條長大的不成？張大富嗤笑一聲，指了指身後的魚塘。嫌貴去野河那邊免費，還能釣陳年老師呢。我這坑裡昨兒剛放了2000斤的工程機，個個都有1斤往上，只要你有本事把坑釣乾，我都認了。我也被激起了火氣，一般黑坑就200-300，這老張真是心又髒又黑，今天非得給他好好上一課不可。當即掏出5張大鈔，500就500，不過我要是報戶了，你可別哭啊！張大富像是聽到了天大的笑話，指着旁邊的客人道：你要是今天能釣滿50斤，500塊我退你不說，我還能當場把這魚戶吃了，帶你吃。在場所有人都是見證。周圍的釣友們紛紛拍手叫好，我也沒有再多廢話，找了個釣位坐下，直談開播。兄弟們，開工了！直播間裡陸陸續續開始進人，我也熟練的開始調漂着底打窩。雖然這幾年魚沒釣到幾條，但這套流程我可熟悉得很。再加上今天有金手指，釣條魚上來，那還不是手拿把槍？我掛上精心調整的紅蟲耳，信心滿滿的拋出今天的第一竿，浮漂穩穩的立在水中，露出2目。我手握桿把，屏氣凝神。1分鐘過去了，5分鐘過去了，半個小時也過去了，但浮漂就像定海神針一樣紋絲不動。不應該啊！透過系統熱力圖，我明明看到窩子裡聚集了一大堆白點，但這些魚就在鈎子旁邊轉悠，就是不張嘴，真是怪了。坐在收費室裡吹空調的張大富看着監控，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傻蛋，老子昨天剛撒了半吨化肥，把水的含氧量降下来，魚都缺氧浮頭，誰他媽有心思吃你的饵料？隨着時間1分1秒過去，我額頭上也開始冒汗了。今天不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吧？直播間的風向也開始變了。主播行不行啊？都這麼久了，一口沒有。尚書大人，我看這魚咱還是報警了，有點涉嫌詐騙。見此，我臉上有些掛不住，深吸了一口氣，心中默念：系統技能全開，初級魚類親和，趕緊動起來！隨着我意念一動，一股無形的波動以我為中心，向着水下擴散開來。下一秒，神奇的一幕發生了，那些在熱力圖上懶洋洋轉圈的白色光點開始躁動起來，爭先恐後的朝我的窩點湧來。原本平靜的水面突然像是煮沸了一樣的翻滾。我眼睛一亮，握緊魚竿，朝直播間喊道：來了來了，兄弟們，看好了，魚群進窩了！直播間的觀眾也看到了水面的變化。我操，這啥情況啊？這水怎麼突然跟開了似的？這是要報戶的節奏啊！然而事情的發展似乎有些超過了我的預料，魚確實來了，但他們好像不是來吃饵的，而是像狂熱的粉絲見到了偶像一樣，拼命地往我的浮漂上蹭魚線上跑，甚至有的魚直接跳起來，試圖往岸上衝。啪嗒，一條2斤多的大板鯽跳到了我的腳邊，在泥地上瘋狂撲騰，那嘴巴一張一合的，仿佛在喊哥哥我愛你。我一整個愣在原地。直播間裡一眾網友也看傻了。收費室裡，特喵是什麼邪術嗎？主播你是不是往水裡倒了什麼玩意兒？這好好的魚怎麼突然就瘋了？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萬魚朝宗？張大富臉色一變，手裡的瓜子都嚇掉了。開黑坑這麼多年，他見過報戶的，見過空軍的，就沒見過魚自己往岸上跳的。此時的我也並沒感覺到快樂，反而是一頭冷汗。這些魚雖然圍着我打轉，但就是不咬鈎。我試着提竿，卻掛上來一片魚鱗。大爺的，你們倒是吃啊！光蹭有什麼用？就在我手忙腳亂應付這群狂熱粉時，我的餘光突然瞥見，在密密麻麻的白色光點正下方亮起一個熟悉的紅色光點，而且紅點周圍還散發着一圈圈聲波狀的漣漪光紋。我的心臟猛地漏了一拍，
紅點，又是紅點，我就知道這系統絕對不會讓我安安穩穩釣魚。可我忽然想到了什麼，我轉過頭對遠處的張大富喊了一嗓子：“張老板，你這魚是不是有毛病啊？怎麼都不下底？”張大富此時也走到了我身後不遠處，正疑神疑鬼地看着滿池子的魚。听到我的話，梗着脖子道：“天氣熱，气壓低，魚浮頭很正常。你技術不行，怎麼還怨上魚了？是你自己菜。”我冷笑一聲，看了看水底那個紅色的光點，隨後轉頭對鏡頭笑道：“兄弟们，既然張老板說我技術不行，那咱們就換個釣法玩玩。”說着，我當着所有人的面開始換線組，換了一根鞋帶粗的 2.0 大利馬線，外加一枚3本毛钩。雖然系統的魚類輕和金手指有點偏，但紅點我可從未失手。張大富看着我換線，眼皮狂跳。你幹嘛？那是毛钩，哪有用這玩意兒釣魚的？我站起身，活動了下肩膀，雙眼緊緊鎖定了水底那個紅點。我說要釣魚了嗎？看好了！說着，我像扔手榴彈一樣，對準紅點的位置，將毛钩砸了下去。撲通一聲，毛钩筆直地刺入了水底。我也沒急着提竿，而是借着系統地圖的指引，輕輕拖動，感受着手下的地形一點兩點。突然，手上傳來一種掛到硬物的觸感，這感覺我再熟悉不過，直接暴喝一聲：“給我錢！”這一聲把周圍的釣友都給驚動，紛紛朝着這邊看了過來。就見我雙腳前後開立，身體後仰成一張弓形，雙手緊抱着彎曲到極致的波紋龍魚竿，猛地向上一揚。如果說之前的刺魚是拉二胡，那這一次就是彈棉花，令人牙酸的切水聲響徹整個釣場。水底的東西顯然極其沉重，我這一下不僅沒有把它拉出水面，反而自己跌了一個趔趄。張大富見狀，悄悄鬆了一口氣，立刻跳腳大叫：“掛底了，絕對掛底了！姓沈的，我告訴你。”掛底扯斷線，我可不管了。直播間眾人也被這一幕給驚到了，彈幕刷得飛起。上述這姿勢怎麼看着像是在拔河，桿子非斷不可。等等，你們看，桿梢好像在動，難不成是巨物？桿梢的確是在動，但卻不是魚那種逃竄的動，是一種高頻的細微的震顫，就像是水底下有個電動馬達在震動。我咬緊牙關，額頭青筋暴起。經過初級體質強化劑改造的身體，在這一刻爆發出驚人的力量。給我上來吧你！隨着一陣渾濁的水花翻湧，一個黑乎乎纏滿了水草和漁網大家伙被我硬生生地脫離了水底。眾人只見一個類似黑色音響的長方體大盒子，上面還連着一根長長的防水電纜，一直延伸到池塘另一頭管理房。東西一出水，那種刺耳的滋滋電流聲和高頻嗡嗡聲瞬間變得清晰可聞。站在岸邊的人只覺得耳膜刺痛，心裡莫名的煩躁。原本圍在我周圍的那些魚，在這東西出水的瞬間，像是受到了巨大的驚嚇，嘩一聲全部散開，瘋狂撞向岸邊，有的甚至翻了白肚皮。一時間，所有釣友都放下桿子，呆呆地看着那個黑盒子。一個老釣友摘下老花鏡，眯着眼道：“這是啥玩意兒啊？”哼。我冷笑一聲，將東西哐當一聲扔在張大富腳邊。張老板解釋一下吧，這就是你說的氣壓低，我技術不行。張大富臉色煞白，下意識想要去拔掉電源線，被我一腳踩住。兄弟們，如果我沒有猜錯，這玩意兒名叫高頻聲波驅魚器，俗稱絕戶網的電子版。現場的釣友們反應過來，瞬間怒了。我尼瑪，我說我怎麼老空軍，原來是你小子搞的鬼！就是這玩意兒我也知道，只要一打開，方圓50米的魚兒就跟得了腦震盪一樣，別說吃餌了，不嘎就算是命大。十幾個憤怒的釣魚佬手裡提着超網支架，把張大富團團圍住。張大富腿都嚇軟了。誤會，都是誤會。呸！這就是以前留下的。放屁！我不小心碰開了開關。騙鬼呢！你這線皮都是新的，推薦推薦。就在這時，一陣急促的警笛聲由遠及近，也不知道是誰報的警。警車停下，車門打開，一條熟悉的大長腿邁了出來。王建國穿着便裝，手裡還提着一袋剛買的包子，顯然早飯還沒吃就被叫了過來。王建國的目光掃過周圍的人群，最後落在了我身上，最後深吸了一口氣，揉了揉太陽穴。沈墨，你是不是在我不上班的時候，在我身上裝了定位器？我剛想吃個早飯，你就給我整出這麼個動靜。我指着地上的驅魚器，一臉委屈。王隊長，天地良心啊！你也知道這些天我壓根沒釣上一條魚，今天專門跑來魚塘釣的，誰知道又釣上來個這玩意兒呢？這老板算是詐騙吧？一個人500，算下來金額肯定不小。我這也算是為民除害了。王建國看着那個還滋滋作響的作弊器，也是氣樂了。這種案子雖然不歸他們刑偵隊管，但既然碰上了，又是涉嫌群體性的詐騙，也不能不管。王建國揮了揮手，他身後幾個隊員立刻上前控制住了張大富。直播間裡一片歡騰，滿屏都是大人威武，刑不上书，沈大人威武。處理完現場，王建國拍了拍我的肩膀道：“小老弟，可以啊，2天不見，你這業務範圍就從刑事犯姦拓展到經濟犯罪了。”我看了一眼自己空空如也的魚戶，苦笑着開口道：“王隊您過獎了。說實話，我寧願釣上來一條大板蟹，
您看我这又空軍了。王建国瞥了眼魚戶，指着岸邊那條還在撲騰的魚戲謔道：“嘿，這不就有一條現成的嗎？”我一腳將魚踹回河裡，搖搖頭道：“不算。釣魚佬的事兒，撿的能算釣的嗎？下次，我一定要釣上魚。”隨後，王建國帶着警車呼嘯離開，我眼前的系統界面也刷新了一條信息。這買賣好像比正經釣魚還划算啊！想到這，我趕緊搖了搖頭，把這個危險的想法甩出了腦袋。我是釣魚佬，不是賞金獵人，可不能忘了初心。我看了看時間還早，隨即提着空蕩蕩的魚戶，麻溜的轉戰換場。然而我卻不知道，因為一張照片的瘋傳，我在臨江市的釣魚圈已經徹底封神了。照片裡我手持標誌性的波紋龍魚竿，腳踩的去魚器，背景是被查封的魚塘和警燈閃爍的警車，配文只有一行字，卻字字誅心。下午1點，我背着裝備出現在了城東的歡樂垂釣園門口。既然老張釣場不正規，那我就來個正規的。據說這家釣場老闆是個老實人，在釣魚圈裡口碑很不錯，就是距離我住的地方太遠，這還是我第一次來。我走到門口，正準備問問收費情況，卻沒想到看門大爺眼睛一瞪，像是看到鬼了一樣，轉身就往園裡跑。老闆，快跑啊！那個送終的來啦！我看着遠去的大爺，一腦門的問號。沒過半分鐘，老闆手裡拿着2條華子衝了出來，不由分說塞到我懷裡。哎呦，老闆，您換地方就好啊！大師，我這小本生意，請您高抬貴手。這2條華參算我請的，你換個地兒玩行不行啊？不是老闆，我就純粹的想釣個魚啊。哎，沈大師。不是我不讓您釣，是我真怕您一竿子下去，萬一釣出我太爺爺的屍骨，我受不了啊！老闆掏出手機遞到我面前，一臉苦笑道：10分鐘後，我抱着2條華子站在路邊凌亂，真是造孽啊！我特喵就想安靜釣個魚，怎麼還成行業公敵了？釣場進不了，野河又全是晦氣事，難道天要往我空軍審？就在這時，我兜裡的手機震動了一下，拿出一看，是釣友老陳發來的語音。聽說你被全臨江釣場聯合封殺了，真是笑發財了！我翻了個白眼，恨恨地在手機上敲出一個滾。老陳再次發來語音：別氣餒啊，釣場去不了，你去水庫啊！咱們下面的縣裡有好幾個大型水庫，什麼龍王水庫、黑水潭之類的，雖然遠了點，但魚夠大，而且是野生的，也沒人管你，是不是？聽到這話，我眼睛一亮。是啊，水庫那麼大，也沒老闆管，我想怎麼釣就怎麼釣。不過很快我又發現了一個問題，距離太遠，每次提着一堆裝備來回打車也不是個事。我看了看手機裡的餘額，一個念頭在腦海中瘋狂滋生：買車必須買車，不僅要買車，還要買一輛能裝能跑能越野的釣魚佬專用車。想到這，我的眼神無比堅定，去特喵的黑坑，老子要進軍大水庫，開啟遠征模式，說幹就幹。我來到SIRS店，花了10分鐘選了一輛心儀的越野，隨後一腳油門駛出了SIRS店的大門，只留下一溜尾氣和目瞪口呆的SIRS店銷售人員。就在這時，我腦中再次叮的一聲，檢測到宿主擁有首輛機動載具，釣魚熱力圖已升級，開啟遠征模式，地圖權限，當前地圖掃描半徑擴大至100公里。我看着眼前瞬間擴大無數倍的虛擬地圖，心中豪情萬丈。這下整個臨江市的水庫都將是朕的江山了。龍王水庫，我來了。然而此時正是下班高峰期，臨江市出城的快速路上很是擁堵。突然右側車道傳來一陣震耳欲聾的引擎轟鳴聲，我轉頭一看，好家伙，是一輛重度改裝過的猛禽 F150，車身比我高出一大截，車尾還拖着一個小型的路亞品拖車，這配置起碼110來萬的吧。這時猛禽主駕駛的車窗降了下來，一個戴着墨鏡的紅毛青年，一隻手搭在窗外，手腕上戴着塊理查德米勒的名表。就在我打量紅毛的當口，紅毛也看到了我，緊接着摘下眼鏡，一臉見鬼的表情喊道：我操，刑部尚書，你就是那個釣陳年老師的沈墨吧？我滿頭黑線，降下車窗，沒好氣地回道：我是沈墨，但我是釣魚的。聞言，紅毛笑得前仰後合，指了指我車後座的裝備，笑道：我可是看了你2場直播，愣是一條魚沒見到啊！怎麼今天又準備去給局子裡送貨啊？這小子的嘴怎麼就這麼淺？正當我準備關上車窗走人時，紅毛再次開口了：我叫趙多餘，臨江路亞俱樂部的，玩路亞的都知道我。怎麼着，尚書大人？今天咱們比一比。聽到這個名字，我一激靈，這人在臨江釣魚圈裡名號挺響亮，富二代，家裡有礦的那種，號稱釣不上魚，其他什麼都有的頂級裝備黨，俗稱差生文具多。我想也沒想的拒絕道：算了吧，我沒這興趣。別介啊，我這正打算去龍王水庫，聽說那裡出米吉翹嘴，咱們一塊去玩玩啊！你要是贏了，我車廂那套全新的禧瑪諾羅亞套裝送你。
價值3萬多呢。我準備升起車窗的手頓住，我的博文龍雖然不錯，但那是抬釣竿。路亞這種高大上的玩法，我一直想試，就是捨不得買裝備。我看着趙多魚輕聲問道：“那你說說怎麼個比法？”簡單，誰釣的單尾最重就誰贏。你要是輸了的话，只需要对直播间大喊3聲“路亞才是王道”，抬釣是老年体操就行。我摸了摸鼻子，这富二代侮辱性极强啊！我看了眼系統地圖，在距離這50公里的龍王水庫中心，有一個碩大的光點正在閃爍，不是紅色，也不是白色，而是亮瞎眼的純金色，而且這個金點還在快速移動。我嘴角一勾，挑起一抹和善的微笑。好，這單我接了，不過輸了別哭着找媽媽。咱們龍王水庫見。1個小時後，我們終於抵達龍王水庫，這是臨江最大的水源地之一，水域面積廣闊，夕陽的餘暉散在水面上，美麗像一幅畫。不過我卻無心欣賞美景，因為此時趙多魚正站在他那艘看起來就很貴的充氣路亞艇上瘋狂炫技。看見沒？這叫水滴輪，這叫遠投，還有這探魚儀，這就叫做科技改變生活。我站在岸邊的泥地上，默默地拿出自己的波紋龍釣竿。兩人的直播間也早已開啟了 PK 模式，趙多魚也是個主播，兩人一連麥熱度瞬間爆炸。富二代 VS 刑部尚書，這局輸贏不好定啊！拉倒吧，尚書大人有玄學加持，肯定能贏。那我也賭一包辣條吧，就賭尚書今天能釣個水鬼上來。很快兩人的比賽正式開始，不得不說超能力確實有用。趙多魚雖然技術一般，但位置選得好在深水結構區，不到10分鐘，一條大概1斤多的小翹嘴就被拉出了水面。哈哈哈，開張了！沈大師，你那邊怎麼樣啊？還在玩泥巴呢？聽着趙多魚對着鏡頭開口嘲諷，我充耳不聞，緊緊盯着系統界面上那個在水庫中心快速游弋的金色光點，確定是個活物之後，我心中默念：系統開啟，初級魚類親和。隨後無形波動散開，但這一次並沒有像在黑坑那樣引發萬魚朝宗的壯景，估摸着是因為水庫太大，而且金色光點距離我至少200米遠，這初級魚類親和顯然不夠用。看着趙多魚那邊又上了一條魚，我索性心一橫，在系統商城花了100積分兌換了一個神級打窩料，拿起打窩勺，用盡全身力氣，一勺一勺的將窩料往深水去拋。看得趙多魚直搖頭，這不是傻嗎？台釣打那麼遠，那不是餵魚嗎？我沒有理會，繼續等待。5分鐘後，那個金色光點突然停住，緊接着猛地調轉方向，朝着我這邊急速衝來，速度之快，甚至拉出了一道金色殘影。我激動的心臟狂跳。金色光點代表的是稀世珍寶，這麼大一個，說不定是傳說中的百金魚王。就在我思索之際，金點已經進入我前方10米的水域，我毫不猶豫地拋竿入水，僅僅過了1秒，浮漂竟然以一種恐怖的速度，嗖的一下順沉下去，就連我手中的波紋龍也猛地向下一扎，竿梢直接插進了水裡，一股比之前釣無人機時都要恐怖10倍的距離順着竿身傳來。給我起！我大吼一聲，雙手揚竿，只聽嘣的一聲，特制的5.0大力馬主線發出了不堪重負的悲鳴聲，水面轟然炸開，一個巨大的金燦燦的尾巴在夕陽下拍打出漫天水花。趙多魚驚得手裡的魚竿都掉了，指着那片翻湧的水花驚訝出聲：“我操，這他喵什麼玩意兒？金龍！”在夕陽的餘暉下，巨大的金色尾巴仿佛鍍了一層聖光，隨後猛地一拍水面，再次潛入水底。翻湧的浪花險些將趙多魚的小船掀翻。我抱着魚竿，感受着水下傳來的恐怖距離，臉上的表情痛苦多過喜悅。看着眼前亮瞎眼的金色光點，我眼中的貪婪也到了極限。不管你是龍是蟲，既然咬了我的鈎，就是我的貨，必須給我起！一人一竿，在龍王水庫岸邊拉開了一場史詩級的人魚大戰序幕。直播間裡彈幕幾乎要爆，全體起立，見證奇蹟的時刻。關公這潛水聲不是巨如我吃翔，尚書大人威武，讓富二代看看什麼叫大力出奇蹟。但此時我根本沒空看彈幕，雙臂像是灌了鉛似的，又酸又痛。不過我內心的狂喜卻如同火山爆發般噴湧而出，是活的，絕對是活的。通過手中的桿子，我清晰地感覺到水下那東西的掙扎。我一邊艱難地利用8字溜魚法化解着水下的衝力，一邊忍不住放聲大笑。哈哈哈哈！趙多魚，你輸定了！這一尾起碼50斤起步，你那些小翹尾給它塞牙縫怕都不夠。趙多魚臉色有些發白，但是嘴硬道：“你別高興太早，小心切線跑魚。沒上岸之前，一切皆有可能。”哼，我沈墨的字典裡就沒有切線這2個字。說罷狠話，我看着系統地圖上那個越來越近的金色光點，雙眼發亮。又是金點，又是活物，這肯定是傳說中的極品大貨。能不能洗刷我空軍老的屈辱？就看這一哆嗦了。時間1分1秒過去，足足僵持了半個多小時後，我終於感覺到水下的大家伙似乎也耗盡了體力，掙扎的力度開始減弱。我找準時機，猛地向後仰身，雙手發力，大喝一聲，只聽嘩啦一聲，水面猛然炸開，一團巨大的黑影被強行拉出水面。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條扁平且粗壯的尾巴，緊接着是那寬大扁平的身軀。如果不仔細看，真的像是一節枯木或者巨大的鯰魚。趙多魚驚呼出聲：“我操，好大的鯰魚！這頭得有臉盆那麼大了吧？”然而下一秒，趙多魚和直播間所有人都傻眼了，因為被我拖上淺灘的大家伙沒有像魚一樣側身翻騰，是伸出了4條短粗的長着腳趾的腿，在淺灘上笨拙地爬行了2下。對，沒錯，就是爬行。隨後張開那張寬到誇張的大嘴巴，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哭聲，就像是一個嬰兒在啼哭。我像是被人施了定身法一樣僵在原地，看着眼前這個黑乎乎滑溜溜長着4條腿哇哇哭的大家伙，臉上還來不及收起的狂喜一點點碎裂，化作了一種想哭又不敢哭的絕望。趙多魚在船上也被嚇得差點掉進水裡，哆哆嗦嗦地指着那玩意：“哥，你這路子是不是太野了？這他媽是啥？水鬼還是什麼東西成精了？”直播間裡彈幕在短暫的停滯之後也徹底炸裂開了。我操，這他喵到底是什麼鬼玩意兒？我看着像大泥，但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大泥呢？
神特妙大你，这就是娃娃鱼，而且是野生的，这么大个头，起码50多斤。不说别的，这哭声差点给我吓尿了。我此时也快崩溃了，看着眼前正在泥地上无辜的眨着小眼睛，嗷嗷哭的大家伙，心里万千草泥马奔腾而过。我特毛就想钓条魚啊！你給我整這麼個祖宗上來幹什麼？地上的娃娃魚似是感受到了我的嫌棄，哇哇哭得更大聲，聲音淒厲且委屈。我嚇得一激靈，直接把手裡的魚竿扔到了一邊，雙手舉過頭頂，哭訴道：“兄弟們，我發誓，我真的只是想釣個米吉翹嘴啊！這玩意兒是他自己咬鈎的，他是來碰瓷兒的。”趙多魚此時也把船劃到了岸邊，但他根本不敢下船，離得老遠看着那條巨大的娃娃魚，眼神裡充滿了敬畏。莫哥，我服了。我玩路亞這麼多年，見過釣辣條的，見過釣鳥的，甚至還有釣王八的，但是用手竿釣上了一條快50斤娃娃魚的，你是開天闢地頭一個。這局我認輸。我看着一臉誠懇的趙多魚，急得快要跳腳了。快別廢話了，趕緊想想辦法，這玩意兒怎麼處理？我不想進去。我現在滿腦子都是王建國那句要請我回局裡喝茶，我這哪裡是釣到什麼巨物，分明是釣到了老底子做川獸啊！我揉了揉眉頭，蹲在距離巨大娃娃魚2米遠的位置，姿勢卑微的像是伺候月子裡的祖宗，想去解鈎又不敢上手。先不說這玩意咬合力驚人，更重要的是我怕不小心弄傷了它，我賣了底褲都賠不起。娃娃魚趴在爛泥裡，四肢短小的腿時不時滑了2下，又哇哇哭了2嗓子，聽得我心裡一陣陣的發毛。祖宗求求你別哭了，你再哭把狼招來了事小，把帽子叔叔招來。話說到一半，我突然頓住，回頭看了看還在直播的手機，認命的撥出報警電話。喂，帽子叔叔嗎？我需要幫助，能不能幫我轉下林業局或者動保中心？我又釣到保護動物了。電話那頭的接線員愣了一瞬，然後試探的開口道：“您是沈墨先生嗎？那個刑部尚書。”我扶了扶額頭上閃過一條條數線，認命的點了點頭。對，是我。我現在在龍王水庫釣上了一條快50斤重的野生大魚，也就是娃娃魚，活的還會哭。麻煩你們快點來吧，不然我怕它缺水。掛了電話，我感覺自己身體被掏空，就見一旁的趙多魚正拿着一個水瓶往娃娃魚身上澆水，一邊澆一邊嘖嘖稱奇。莫哥，你說這玩意兒咋長這麼大的？這怕是一鍋燉不下，得分2鍋。我嚇得趕緊跑過去捂住趙多魚的嘴。你想進去別拉上我，這玩意兒每一斤肉都是有期徒刑，這一鍋燉下去夠吃一輩子白菜炒肉了。直播間裡看熱鬧不嫌事大的網友已經笑瘋了。趙公子也是個法外狂徒啊！這鍋湯要是燉了，估計得叫鐵床淚。王隊長還有5秒抵達戰場。說曹操道，我的手機再次響了起來，來電顯示王建國保底人。我顫抖着接起電話，就聽到王建國帶着幾分戲謔的聲音：“行啊，沈墨，我剛加班啃泡麵，就聽指揮中心說你又出幺蛾子了。怎麼聽說你這回沒釣到陳年老師，釣了個會哭的孩子？”我一臉的欲哭無淚辯解道：“王隊，您就別損我了，我真沒想釣他，是他自己來吃的餌，我是被冤枉的。”行了，你就別嚎了，林業局的老劉已經帶隊出發了，我也跟過去看看熱鬧。你老實在那兒待着，照顧好那東西，記住那可是活着的功勳章。我點點頭，掛斷電話。40分鐘後，幾輛印着森林治安的皮卡車沿着崎嶇的山路顛簸而來，車燈劃破了夜色，也照亮了我一張生無可戀的臉。王建國果然跟着來了，下車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後沒忍住撲哧一下笑出了聲。見我滿臉的怨氣，忙笑道：“抱歉，實在是這畫面太美了。你說這麼多釣友，怎麼就你一竿子下去給他勾上來了呢？”幾名穿着白大褂的專家已經圍了上去，動作輕柔的將娃娃魚來進了專業的水箱裡。領頭的專家劉老激動的鬍子發顫：“極品，真的是極品啊！這絕對是咱們臨江市發現的最大的野生個體娃娃魚，而且看這體態，起碼有50、60歲了，這是個小壽星啊！”說罷轉身緊緊握住我的手，眼神裡滿是感激：“小同志，實在是太感謝你了！這隻娃娃魚對我們研究本地水域生態有不可估量的價值。”你這是立了大功啊！我擠出一個尷尬的笑容，猶豫了一下，問道：“他的嘴巴被鈎子給刮到了，不知道嚴不嚴重？還有他還能回到龍王水庫嗎？”放心，那鈎子沒傷到要害，回去消個毒，養幾天，等傷好了，我們就給他送回來。聽到這話，我終於鬆了口氣。這時，劉老朝身後的人招了招手，身後的人立馬會意，轉身回到車上，拿出一面早已準備好的錦旗，還有一個紅色信封。劉老將東西接過來，遞到我的手中：“這是林業局的一點心意，現金獎勵2000。”雖然不多，但卻是我們一份敬意。希望林先生繼續發揚風格，遇到情況及時上報。我看着錦旗上燙金的護魚使者生態衛士8個大字，只覺得一陣眼暈。隨後專家們小心翼翼將水箱抬上車，那隻嚎了半天的神獸終於被接走了。臨走前他似乎還回頭看了我一眼，不知道是在感謝我不殺之恩，還是嘲諷我的空軍之運。現場終於安靜下來。趙多魚打開自己那輛猛禽的後備箱，從裡面拎出來一個合金箱子。莫哥，願賭服輸，這是喜馬諾最新款的紡紗輪和路亞桿，加起來38000，歸你了。我看着趙多魚遞過來的箱子，搓了搓手沒敢接。真給啊？這是不是太貴重了？莫哥，東西你必須收啊！我還指望着以後能跟着你混呢。我不求別的，下次你要是再釣上來什麼龍啊鳳啊的，讓我摸一下就行。我看着手裡沉甸甸的頂級路亞裝備，又看了看旁邊那個空蕩蕩的魚護，最後只能仰天長嘆：哎，我就想喝口魚湯，怎麼就這麼難呢？
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可以說是痛并快樂着。今天虽然驚心動魄，但收穫頗豐，白白得了2000塊，外加一套3萬多的頂級裝備，還有趙多餘一口一個師傅叫着，還拉我進了一個臨江路亞精英群，都讓我進去給那幫井底之蛙開開眼。然而痛的是今天依舊空軍，我一邊開車一邊恨恨的喃喃道：該死的系統，我就不信這個邪了。下次我一定要找個連鬼都沒有的地方，我看系統還能整什麼幺蛾子。回到房子已經是凌晨了，洗漱完後我躺在沙發上喚醒系統。今天釣到野生娃娃魚，得了1000積分，現在總積分已經有3500了。我打開積分商城，想看看有沒有能打破空軍詛咒的神器，然而卻看到今日特惠欄裡出現了一個閃爍着微光的新圖標：終極洞察之眼體驗版，售價500積分一次，使用後宿主雙眼能清晰看到水下10米深度內所有景象，持續時間10分鐘。我看着系統界面上的功能說明，猛地從沙發上坐起来，這不就是透視掛嗎？以前釣魚全靠猜，有了這玩意兒，我不就能直接看到魚在底下幹啥了？哪怕只有10分鐘也足夠，我找準魚窩，精準打擊了。我毫不猶豫，花了500積分兌換了一次體驗機會。下次我就去那個據說魚多的能踩着過河的千島湖，我就不信我看着魚嘴把鈎子吃進去，還能釣個陳年老師出来。我美滋滋的想着，正準備關掉手機睡覺，突然一條本地新聞的彈窗推送吸引了我的注意。臨江快訊：近期暴雨導致上游水位上漲，有漁民在下游斷虹灣水域發現大量不明漂浮物。據傳聞，該水域曾是100年前一艘運送官銀的商船沉沒之地，目前有不少尋寶愛好者前往。斷魂灣沉船官銀。我忙打開系統地圖的遠征模式，就見斷魂灣的河道有一個紅的發紫，隱隱透着一股黑氣的光點閃爍，光點旁邊還密密麻麻分布着好幾個金色光點，紅點配金點，紅點配金點，這是什麼意思？難不成是說危險伴隨着機遇，陳年老師伴隨着河底寶藏？我咽了口唾沫，很是心動，但理智告訴我，要是去了8成又會跟王隊見面。猶豫了許久之後，我摩挲着下巴喃喃自語：要不再去試試？反正我有洞察之眼，大不了先看一眼水底下是啥。要是老師我就跑，要是有好玩意兒我就釣。第二天我一覺睡到中午，再次開車出發，開了整整1個多小時趕到了斷魂灣。所謂斷魂灣，就是這裡的河道呈現出一個巨大的 U 型急彎，水流湍急，暗礁密布。因為地形複雜，經常有上游衝下來的東西在這擱淺，自古以來都是撈偏門的好地方。此時河灘上已經停了不少車，幾十號人正拿着長長短短的探測儀，在爛泥灘上像掃雷一般尋寶。我找了個高地將車停好，背上裝備，熟練的開啟了直播。剛一開播，熱度便上來了。第一，給尚書大人請安。喲呵，這不是斷魂灣嗎？聽說這地方水鬼比魚兒多。啥呀？聽說這裡能釣到銀疙瘩。師傅你也去斷魂灣了？我正在路上，給我留個位置。最後一條彈幕正是趙多餘發出來的。我一邊往前走一邊隨口應下，扛着裝備避開那堆正在尋寶的人群，獨自來到一個灣口最深、水流最急的一處回水灣。因為這就是系統地圖上紫紅色光點和金色光點重疊的位置。我站在岸邊岩石上，看了眼腳下渾濁發黃、深不見底的河水，心中默念：開啟終極洞察之眼。下一秒只覺得雙眼一陣清涼，眼前的畫面也隨之而變。原本渾濁不堪的黃泥水，在我的視野中迅速變得透明清晰，仿佛切換成了4K 超清畫面，視線穿透水面直達河底。我不由得爆出一聲國粹，這河底簡直就是一個巨大的垃圾場，廢棄的自行車、生鏽的鐵架子，甚至還有半輛拖拉機殘骸。這特喵能釣個毛線魚啊！全是掛底的祖宗。但很快我的目光就被河灣最深處一處凹陷給吸引了，在那些亂七八糟的工業垃圾下面，散落着不少硬幣大小的圓形物體，正散發着淡淡的金光。銀元，全是銀元！可還來不及興奮，我就看見銀元下邊有一個巨大的物體，那東西呈橢圓形，大概1米多長，半埋在淤泥裡，一根粗大斷裂的鐵鏈纏繞在它身上，而那幾枚最亮的銀元就掛在那根鐵鏈上。此時在系統熱力圖的視野中，這個巨大的橢圓形物體正散發着令人心悸的紫紅色光芒。我看了眼倒計時，只剩下5分多鐘了，我必須趕在透視眼失效之前，把鈎子精準地送到那個大家伙旁邊，或者直接掛上那個纏繞的鐵鏈。我飛快地換上那個讓我在黑坑一戰成名的大號毛鈎，掛上一塊鉛皮，瞄準拋竿，鉛墜帶着魚線在空中劃出一道優美的拋物線，精準落在大家伙上方，緩緩地向下沉去。我屏住呼吸，操控着魚竿，讓毛鈎一點點接近那根纏繞着銀錠的鐵鏈。就在毛鈎剛剛搭上鐵鏈的瞬間，我腦中叮的一聲，終極洞察之眼已結束。緊接着眼前的世界瞬間恢復了渾濁，讓我一陣暈眩。但我也顧不上這些，手腕猛地一抖，隨即手上傳來沉重的觸感，那是金屬碰撞後緊緊咬合的反饋。掛住了！我大喜過望，雙手握竿用力上拉，然而水下的東西卻紋絲未動，那種感覺就像是掛住了地球。我眉頭一皺，這玩意未免也太沉了吧。我左思右想，一個想法冒出心頭，既然拉不動，那就只有动用重武器了。很快众人就看見在斷魂灣的河灘上拉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拔河比賽，只不過拔河的一方是我新提的越野車，另一方是深埋水底的未知巨物。我從車裡拿出電動絞盤、鋼纜和尼龍繩，順着緊繃的魚線將尼龍繩的活扣滑下去，憑着剛才透視眼的記憶和手感，套住了水下那個大家伙上的一節鐵環。這番操作看呆了直播間的網友。我操！主播這是在玩一種很新的釣魚嗎？哪有魚還要用絞盤來的？我有預感，今天的事絕對小不了。我也顧不上看彈幕，拿着绞盤的遙控器站在岸邊，隨着我按下按鈕，绞盤電機發出嗡嗡的吃力聲，鋼索瞬間繃直，越野車的車頭被拉得微微下沉。不遠處那些掃雷尋寶的人也被這邊的動靜吸引了過來，紛紛圍過來看熱鬧。小伙子，你這是釣到沉船了吧？我估計是沉木。
這地方沉木多，別是拉上一口棺材吧？众人議論紛紛，不少人還拿出手機開始拍攝。水面開始剧烈翻湧，大量气泡夾雜着黑色淤泥泛上来，一股陈年的腥臭味弥漫開來。在眾人的期待中，伴隨着嘩啦一陣水花聲，水下的巨物終於露出了真容。最先出水的是一截鏽跡斑斑的粗鐵鏈，上面掛着幾個黑乎乎但又閃着一絲熒光的圓疙瘩。看見這東西，我眼睛瞬間亮了。銀子，真是銀子！緊接着，那個被鐵鏈纏住的大家伙也被绞盤拖上了淺灘。那是一個巨大的橢圓形鐵疙瘩，上面滿是鏽跡，看着既不像是棺材，也不像是寶箱。鐵疙瘩頂端還有個凸起的金屬，我的魚鈎還有那根拖車繩，剛好就掛在這個金屬環上。我按停了绞盤，一臉懵圈的湊了過去，仔細打量。總覺得這東西有點眼熟，像個大號膠囊，又像個巨大的煤氣罐。圍觀的人群裡，有膽子大的也圍了上來。這鐵皮還挺厚，看着像是啥機器上的零件啊！你們快看，這上面還有字呢，好像是洋文。直播間裡原本還在刷666的彈幕，突然出現了一瞬間的真空，緊接着一條紅色加粗带感嘆號的彈幕像炸雷一樣飄過屏幕。主播快跑，別動那個環，千萬別動那個環！我看着這個叫軍迷老王發出的彈幕，正在疑惑是不是真的，就見又一條彈幕發了出來。這是2戰時期的航空微爆彈，看形狀像航空炸彈或者是磁性水靈。你掛住的那個環是觸發引信，別看了，趕緊跑啊！這玩意兒要是響了，你就得升天了。我僵硬的轉過頭，看向在我面前不到2米的鐵疙瘩，忽地聽到了一聲輕微但極其清脆的咔嗒聲響，只覺得一股寒氣從腳板直衝天靈蓋，整個人竟然瞬間僵住。原本圍在鐵疙瘩四周的幾人，此時也意識到了不對勁。這玩意兒是不是在響啊？是嗎？我怎麼沒聽到？眼看其中一人就要抱着鐵疙瘩，將耳朵貼上去聽聲音，我用盡全身力氣從胸腔吼出一句話：快跑啊！那是炸彈！現場所有人愣了一瞬，隨即如同炸了窩的馬蜂一樣四散開來。僅一個眨眼的功夫，所有人都散開了。我也想跑，但卻沒法跑，因為我的魚竿還連着線，線連着車，車連着繩，繩子緊緊扣在那個隱形環上，绞盤已經鎖死了。我如果這個時候鬆開繩子，下一秒肯定會直接坐着土飛機上天。我雙腿打着擺子，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哆哆嗦嗦地撥通了王建國的電話。電話很快接通，王建國的聲音聽起來很疲惫。沈墨又怎么了？我正在开针对你特殊体质的研讨会，你没给我搞事儿吧？我看着不遠處的大鐵球，帶着哭腔說道：王隊，這次沒有死人，但我可能要送走一波活人。我在斷魂灣用绞盤拉上來一個炸彈，網友說是航空炸彈，現在正在地底下。電話那頭沉默了，過了足足3秒，我聽到椅子翻倒的聲音，以及王建國撕心裂肺的吼聲。所有人停止開會，排爆組特警隊直升機馬上出發。沈墨，你拿好绞盤，站那別動，呼吸都給我放輕點兒。那是2000磅航空炸彈，要是炸了，整個河灣都沒了。王隊，我知道，我現在不僅不敢動，連屁都不敢放啊。10分鐘後，就在我感覺自己幾乎要虛脫時，天空終於傳來螺旋槳的轟鳴聲，一架直升機呼嘯而來，在河灣上空盤旋，巨大的氣流吹得周圍的蘆葦東倒西歪。我一下就慌了，忙喊道：你不要過來啊！風太大，車要動了！直升機顯然也意識到這個問題，迅速拉高降落在遠處公路上。王建國帶着大批隊員直接拉出了2公里的警戒線，原本還圍觀在100米外的吃瓜群眾也被疏散到了對面山上。幾個穿着厚重防爆服的專家提着工具箱，像企鵝一樣笨拙，但迅速地向這邊移來。王建國拿着大喇叭站在100米開外。沈墨，一切聽專家指揮，千萬不要亂動！我想點頭，但脖子僵得像灌了水泥，只眨巴了2下眼睛，也不知道王隊能不能看得見。領頭的排爆專家是個老頭，用儀器掃描了一圈後臉色難看，通過對講機說道：這是漂亮國制的 M66，過去用來炸軍艦的，裡面的裝載量別說這輛車，這半個山頭都能削平。說着看了眼被尼龍繩勒住的隱形環，擦了擦汗，接着道：這小伙子運氣很不錯，引信已經嗅住了，現在正處於一種微妙的平衡狀態，幸好他沒有跟着跑，不然這撞針可能就彈下去了。聽着老專家的匯報，我整個人都要傻了。但是你能把它拆了嗎？老專家瞪了我一眼，別說話，聲波也可能引起震動。我本想求救的話瞬間哽在喉頭。不是他老人家說這麼久，我說一句都不行。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是比我等待10分鐘更漫長的半小時。2名排爆專家小心翼翼用液氮噴霧冷凍住隱性部位，然後用極精細的工具一點點的切開纏繞在上面的尼龍繩和我的魚鈎。老專家一邊操作還一邊吐槽：老頭，我拆了一輩子的，在工地拆過，在地鐵也拆過。特喵被人用魚鈎釣上來的，哼，還是頭一回。聽到這聲調侃，我都快要哭出來。大師，你老能不能專心點兒？下一秒，只聽咔嚓一聲輕響，那根繃緊的尼龍繩終於被剪斷。另一名專家迅速將一個固定器卡在引信上，隨後長呼了一口氣，癱坐在地上。暫時安全了。我也感覺全身的力氣被抽空，癱坐在地上大口喘氣。老專家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小子，這條命今天算是撿回來的。這時王建國也衝了過來，指着我氣的手指都在哆嗦：你小子，我看你是不是想給我送走？一天天的非得這麼折騰，王隊冤枉啊！我就是想釣點銀元而已。說着，我突然想到什麼，轉頭看向那個已經被特警層層包圍住的大炸彈，準確的說是看向上面纏繞的鐵鏈，然後弱弱的開口道：那個王隊，那上面的銀子算我掉的吗？現場的空氣凝固了1秒，王建國更是直接氣笑了：命都差點沒了，還惦記上面那幾塊銀子呢？你這要錢不要命的勁頭，不去當臥底真是可惜了。說罷，彎腰撿起那截鐵鏈，掂了掂上面黑乎乎的金屬塊道：這是文物，
得充公。我一声哀嚎，哥，这我忙活半天都白玩了。王建国将铁链交给旁边的政务科，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行了，别嚎了。虽然银子没了，但你这次算是立了大功。这枚炸弹位置非常隐蔽，而且引信已经极其不稳定。如果不是你把它吊上来，万一哪天发洪水把它冲下去，撞到下游的大桥或水電站，那才是后果不堪設想。排爆線索獎加上保護文物貢獻獎，部門跟文物局那邊溝通了一下，決定給你申請8萬獎勵。”說着，王建國伸出了8根手指。我原本暗淡的眼睛，聽完王建國的話後亮成了探照燈，感覺腰部酸了，腿不疼了，甚至還想去摸摸那個炸彈合個影。王建國看着我的反應，無奈的笑着搖搖頭：“沈墨啊，下次想釣什麼，提前跟我報備一下行不行？再這麼下去，我心臟都要受不了了。”我重重的點點頭，又拍着胸脯信誓旦旦保證道：“王隊，你相信我，下次我一定釣魚。”